家好，我是小马。那前段时间呢，我的小助理跟我说了一个大家热议的话题，就是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他说有一位在日本的中国妈妈穿着一身艳粉色的蕾丝裙去参加她女儿小学的开学典礼，然后还把照片发到了网上。没想到她的穿搭很快在网上引起了争论。在日华人普遍觉得穿粉色蕾丝裙去孩子的入学式是非常不正式的，不符合日本的着装文化，遭人白眼不说，孩子可能还会被人歧视和欺负。而很多没有在日本生活的朋友却会觉得，家长爱穿什么是个人的自由，又不是明文规定非得要穿正装不可，那凭什么非要按日本的习惯来呢？那我的小助理问我这件事情怎么看？那据我了解呢，孩子的入学式和毕业式，父母要穿正装出席这件事，虽然学校没有明文规定，但这的确是日本大众默认的约定俗成的一种礼节。那为什么要这种礼节呢？不遵守这个礼节，又会不会真的导致孩子被霸凌呢？今天小马就来带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日本的着装礼节和霸凌现象。那首先来讲讲刚刚提到的父母参加入学式的着装问题。日本是小马见过的最重视通过服装来体现统一感和仪式感的国家。日本小孩从小就会被家长引导，在什么场合要穿什么样的衣服。那有些服装呢是明文规定的，那比如在学校的话要穿校服，那进到学校室内要把鞋换成统一的室内的白鞋，上体育课呢还要换专门的运动服等等。另外还有些服装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很多节日和庆典是有相对应的服装，像是新生儿满月、小朋友的7/5/3日、20岁成人礼等等，都有特定的传统的服装。就算是参加别人的婚礼，虽然也没有服装要求，但日本人也是不可能去穿 T 恤牛仔裤参加的，大家也都很自觉地穿漂亮的洋服参加，以显示尊重。而像刚刚提到的参加孩子的入学式和毕业式，也有父母们默认的着装潜规则。那比如父亲要穿正式的西装、衬衫并打领带，而母亲呢要穿修身得体、款式素净的洋装套装，可以是裤子，也可以是裙子。但是裙子的话呢，一定是要过膝的。衣服的颜色呢，首选藏青色、白色和黑色这种比较沉稳的颜色，而比如驼色、蓝色等其他颜色呢，也是可以选择的，只要不过于扎眼就可以。那母亲呢，如果是长发的话，那需要把头发盘起来，首饰呢也不要戴太多，只需要婚戒和一块简单设计的手表就好。如果想用珠宝点缀的话呢，就首选素净的珍珠，避免过于绚丽夺目的钻石和财宝。而其他像包包、然后皮带、胸针等等配饰，选择大品牌的经典设计是可以的，但最好不要带着明显的大 logo。那听到这里呢，你应该已经可以总结出着装礼仪的3大关键词，那就是低调、庄重和合群。而小助理所说的这条艳粉色蕾丝连衣裙确实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那为什么要有这种着装礼仪呢？大家自由穿衣有什么不好呢？之所以有礼仪，肯定是为了彰显尊重和格调，尊重孩子才是仪式的主角。我们应该保持低调，不抢孩子们的风头。还有尊重学校用心举办的庄严仪式，我们应该着装符合现场庄重的格调，以及尊重其他家长的努力配合，我们也应该合群。那不要因为自己的特立独行而影响了整体的统一感。那有朋友可能会说，在我们家那边，就算穿拖鞋去参加开学典礼，都没有人会在意。日本也太不包容了吧？我偏要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去穿衣服，那只能说自由和无理之间还是有一条界限的。那自由呢，是需要尊重他人感受、尊重当地文化为前提。随心所欲的自由，在日本人眼中可能就成为了无理。轻则嗤之以鼻，翻个白眼，私下议论2句也就算了，但遇到极端情况，确实有可能会逐渐发展成霸凌。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日本的霸凌现象也算是世界闻名了，而且霸凌是不分年龄，可谓是生命不息，霸凌不止。那从孤立、排挤、谣言重伤，一直到肢体伤害，甚至威胁性命，霸凌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为什么日本霸凌这么严重？因为霸凌在2种环境下最容易产生。那一种呢是非常注重等级分明的社会，还有一种呢是集体意识非常强的社会，而日本是这2种都占了。不仅低时级或低年级的人会无条件的服从高级别的人，而且整个社会还特别追求合群，喜欢排外。
像臭名昭著的校园霸凌，就大部分是由这2种原因引发的。有一些呢是属于4强凌弱，或高年级欺负低年级；还有一些情况呢是由于妈妈之间排挤，造成了孩子间的排挤。那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到日本的妈妈偷摸文化。大家呢都知道，日本的家庭主妇非常多，那主妇没有什么自己的社交，最重要的社交圈基本就是在家附近的或者孩子同班同学的妈妈偷摸们。那妈妈偷摸们聚在一起，主要是为了交换信息和八卦，参加集体活动，还要让孩子们一起玩。那别看圈子不大，妈妈们呢内部确实会分等级的，那决定等级的因素呢也会有很多，但主要还是看每个人的丈夫公司的规模，然后年收入和职位等各种因素，这决定了妈妈们的3、6、9等。那一个妈妈偷摸的群体当中呢，会有一个核心的 boss 妈妈，她丈夫的综合能力一定是在第一梯队的，而且她本人呢也是很爱搞事情的，社交能力很强的。那 boss 妈妈呢，还会有几个追随者帮她组织活动，以及拥护她的建议和观点。那一般情况下呢，妈妈偷摸们其实也都正常相处，喝茶聊天聚聚会，那一瞬间呢，真的会让你觉得是在抱团取暖。但是如果你没有积极参与 boss 妈妈组织的活动，或者你没有积极附和 boss 妈妈的观点和意见，甚至你只是单纯的没有让 boss 妈妈喜欢你，那霸凌的苗头可能就要出现了。那小马工作呢，平时是比较忙的，所以基本跟妈妈偷摸是没有什么交集的。但是听朋友讲到过他们遇到过情况，那有些真的是觉得匪夷所思。那其中有个朋友的孩子在私立学校，那就是大家普遍家里条件都还可以的那种哈。那妈妈们呢，一个个看着呢也是很优雅很有礼貌。有一次他们班的妈妈 boss 的女儿要过生日，那邀请同学们去参加派对，然后这位妈妈 boss 的追随者呢就私下召集所有妈妈开个小会，就是为了提前告知大家，让所有人都准备同一个价位的礼物，送的档次呢不能低，但也不要比其他人高太多。那我朋友呢毕竟不是日本人，所以就很直接的发表了意见。他觉得毕竟是孩子过生日嘛，应该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准备礼物更好一些，小朋友呢还可以自己动手做礼物，那不一定非要去买，心意到了是最重要的。那一说完呢，他明显就感觉到现场的气氛掉入了冰窖，没有妈妈敢吱声，甚至都低着头不敢跟他的眼睛对视。那位提议的追随者妈妈也愣住了，因为没想到有人会反驳他的意见。他一脸意味深长的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的确是这样的，但如果有个标准的话呢，大家准备起来会更方便吧，那我们就还是按照我刚刚说的做吧，可以吗？然后会议呢就在尴尬的气氛中结束了。那我朋友呢本来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他儿子后来很委屈的告诉他，几乎全班同学都收到了生日会邀请函，但他却没有收到。那本来他跟过生日的孩子是玩的挺好的，却没有被邀请，他就觉得非常的难过。那我这个朋友呢就很疑惑，就在群里问那个 boss 妈妈，但是呢却没有得到回应。他这才意识到，原本活跃的群好像已经很久没人发言了。他才反应过来，肯定是这些妈妈重新建立了群聊了，把他剔除在外，在群里还不一定说他什么坏话呢。而且从此妈妈们的活动也再也没有叫过他，大家见面呢也不打招呼了，甚至装作看不见他，连本来关系很好的妈妈也会有意疏远他。那我朋友说呢，自己被疏远了无所谓，反正也不是真心要交朋友。但最可恨的是，一些妈妈会故意告诫自己的孩子，以后不要再跟他儿子一起玩了，导致他儿子在学校受到了一些同学的排挤，还遭到当面的语言攻击，嘲笑他是穷小子，是外国的笨蛋。那这让孩子呢有一段时间很不开心，也非常拒绝去上学，后来直到转学了才好起来。那我朋友呢也是很痛心，觉得自己当时真不该多嘴说那一句话，导致孩子的心灵遭受了这种创伤，真是太没有必要了。那当然呢，不是每个妈妈偷摸的圈子都会发生这么偏激毒辣的事，但若真的不小心遇上这种事，其糟糕的后果可能会远远超过你的想象。那小马查了一下，2018年的日本霸凌登记在案件数约55万件，每100个人中就会有4个人遭到过霸凌，但这也是登记过的数据，而不为人知的只会更多。那看到这里，是不是会感叹，一些日本人虽然表面在乎仪式上的着装礼仪，看着也很有礼貌，但背地里却做着这么可怕的事情，真是表里不一。
那的确是这样，从表面呢就是看不出人性的，所以我们不能去侥幸的觉得别人会来包容我们的特立独行。在日本这个集体意识极强的社会环境里，如果追求个性自由，做一个不合群的人，那你甚至你亲近的人就要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这很不可理喻，但可惜这也就是事实。那回到最初的问题，参加孩子的入学式，如果你是一个妈妈的话，你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穿不符合日本礼节的衣服吗？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吧。关注小马，我们下期见。